首先，我们把机器开口开到最大，测量一下双滚中心距。我们用卡尺卡住双滚的最高点和最低点，然后看一下卡尺上的数值。卡尺上的数值为228毫米，得出来的数值除以2，就得到了机器的标准刀高。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单滚的直径，数值为117毫米。如果没有卡尺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用卷尺测量。我们量一下，看刻度10的位置，10和47重合，用47减10就得出单滚周长为37厘米。用单滚周长370毫米除以3.14就得出单滚直径为117毫米。机器落差计算公式：标准刀高等于双滚最高点到最低点的距离除以2等于114。标准刀高114减去单滚直径117乘2/3等于36。将机器开口合上，开始测量落差。机器的实际落差可以在计算的数值上增加1到2毫米，这样旋切到最后，单滚可以压住木头。刚才计算的落差为36毫米，那么滚筒合在一起时，可以把落差放在37或者38毫米。我们来测量这个落差。测量落差的方法：拐尺靠到双轨的最高点，然后后面要靠住机体，前面小直尺要顶到这个单滚的最高点测量。现在这个落差是37毫米，如果不是37毫米，应该怎么调呢？我来教一下大家。将机器开口开到最大，找到机器的副轨，这是副轨的螺丝。我们先把侧面固定的螺丝松开，松开之后，利用下面这个顶丝，往上顶落差就会加大，往下调整落差就会减小。先利用最前面这一颗顶丝，把落差调整到我们计算的标准落差。把机器开口缩小，这是副导轨的固定螺丝。我们调整的时候，要把这一个、2个、最前面还有1个螺丝松开。最前面那个螺丝如果不好松的话，就把机器开口开到后面。把这螺丝松开之后，利用下面的这个顶丝，调整这个副导轨的高度，来调整前面落差的高度。最前面那个顶丝，这是1个、2个、3个顶丝。最前面那个顶丝往上顶，落差会加大；往下落，落差会减小。那我们把机器开到最前面，落差调整完之后，后面这个落差其实没有固定的数值，因为每个厂家单滚到这个传销到这个副导轨的这个轴承，它这个距离是不一样的。正常的我们出厂，前面最高点和最后面的落差大概是 1.2 公分。我们找一个基准点量一下，先测量最前面，现在最前面的是7毫米左右，再量一下最后面这个落差。现在最后面这个落差是17毫米，前后大概是相差1公分。这个没有具体的标准，如果大木头出薄，或者压力大拉不动，就把这个辅导轨后面这个螺丝再往下降一下就可以了。